黑山，这个隐藏在亚得里亚海深处的小国，你可能没听过，但你肯定不经意的曾扫到过它的宣传照，像这张、这张和这张。2016年，孤独星球评选其为10个最佳旅游目的地之首。这里你可以找到克罗地亚全游之城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古堡，瑞士少女峰的壮丽山峦，挪威西海岸曲折绵延的峡湾河谷，身处东欧巴尔干半岛，这里的物价相较于这些国家简直便宜了1半还多。大家还记得100元挑战的草莓吗？这里是3块3。如果给这一次去过的古城排名，第1名莫过于科托尔。前面有专门拍一集，那里最棒的绝对是爬上古城上方的洛夫琴山，俯瞰整个繁华与沧桑，现今与过往。看到后面的小镇吗？今天到了那个 Perast， 这个地方不好的是没有汽车站，所以等一下又要在这个车上招手。第2名佩拉斯特，坐落于维里格海峡对面，这里较科托尔略显宁静。不远处有一座亚得里亚海上唯一的人工岛，建于1452年的圣母岩。因水手发现附近的礁石上有圣母玛利亚雕像后修建。被时光遗弃、爬满植被的钟楼，真的很漂亮，看到吗？这个城镇的感觉和我在的布德瓦和 Kotor 就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很安静。然后那个塔真的是看上去好有感觉，那个塔上面还长了那个苔藓，可能都没有修过，好似从未被翻新，叙述着古城历史的石屋红瓦。我发现这个小镇完全是没有商业化的，看到吗？就基本上都是居民。数公里的海滨步道边，垂钓的老人，兴冲冲的旅人，载着游客刚回港的小艇，守望着的被拍打的礁石。在这里待久了，会感觉时间都慢了一些。这个角度呢，就是明信片的角度。这边有一家很酷的博物馆，应该是。Hi, yeah. Okay. It's €5. Okay. Thank you. 已经等了半个钟头的车了，总算等到了，等了大概40分钟。这边跟大家讲个价格，你像从这个 Perast 坐去 Kotor 是1块5，然后我今天是从我住的地方布德瓦到这边是到 Perast 5块5，所以大概都是在几块钱之内，还是挺划算的。第3名布德瓦，也是我推荐的游览附近古城的落脚点，因为规模比较大，所以食宿的选择多且实惠。我现在已经到了，但是没有人。这边有一个钥匙，这边。Istanbul or Antalya, I have a place in there. Nice to meet you. Me too. That's how you make friends very easily, yeah? Yeah. Cool. Yeah, that's my number, yeah. Okay, see you, I'm gonna... See you.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In here, please send message. Yeah, I will. have so much fun here. Oh, really? Yes. Okay, thank you. In the hostel,
you can find at the inside of the Old Town. Oh, nice. I've been to Old Town already. Yeah, Old Town is a Turkish man. Say to him, Hakan sent to me. Yeah, I can get meal for free if I say Hakan sent me. Send me, please give me discount. 我刚刚敲了一个人的门，然后找到了 WiFi 密码。那个人比我还神经病，他直接就问你哪来的？我说我中国来的。他说你回哪去啊？我说我要回爱尔兰。他说拿电话号码给我。啊，这个速度也太快了！给大家看我的房间哦，还挺大的，柜子，哇，这么大一个柜子可以藏。这边应该是大露台，哎呦不错，大镜子，这个露台不错，大床，这个冰箱，我上次那个冰箱吵死了，这个冰箱不知道会不会很吵。哎，厕所嘞？我不会跟别人共用厕所吧？啊，应该是这个。哦，我要跟别人共用厕所。哦，这间就是刚刚房东说他走了，所以我现在一个人用。他说，确认一下，应该是他说走的那个人。他这边是小房间，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人用一个露台，不错不错。这里不容错过的一家烤鱼店，去吃了好几次。Octopus, yes, and one fish. One fish. Yeah, sea bass, yes. For here, I eat outside. Huh? It's okay. It's okay. It's no rain. Stopped. It stopped. Yeah. Price. That's 14 euros. 514 grams is 20 euro 85. OK， 总共是31块3毛4。这上面他还帮你加了酱。刚开始他端过来，我闻到这个香味，我就想，30-40块钱值了，绝对值了，这么大一盘。烤的蔬菜也非常好，太美味了，应该是我近期吃到的最好吃的海鲜，近1-2年吃到的最好吃的海鲜。还有一定要尝的当地汉堡店，当然。走走2500年的老城，你也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这边有一家古董店，挺多东西的。来看一下。我现在对古董店其实挺有兴趣的，因为有了新家以后，就想买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做装饰。Luffy， 这是好像是海贼王，看到很多海贼，这是海贼王的吗？哦，有我的火影忍者。看这个多少钱？15块，还行。我上次还没发现这边很多精品店，不过大家又要在评论里面说都是义乌产的。How much is this tray? 25. Yeah, thank you. We are making it by ourselves. Oh, nice. Interesting. 你像这种造型的，真的只有手工做才这么好玩。How much is this one? Oh yes, yeah. Okay. Thank you. 40块。
那个小的什么东西。Самец. Oh 哎，刚刚被人踩了一脚，啊，气死我了！本来我想拍这个的。第4名圣斯特凡岛，离第3名坐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完全是个网红打卡点。查资料看到一部香港电影叫《黄金兄弟》，曾在此取景。这座岛其实历史悠久，12世纪独立，后未抵挡土耳其人的进攻。1423年加盟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保护国。小岛为一座私人岛屿，玛丽莲梦露、英国皇室等都曾是岛上的座上宾。由于其不对外开放，常年保持着一股神秘气息。说实话，这个岛呢，我觉得还没有布多瓦或者是科托漂亮，因为你知道布多瓦和科托人家还有教堂啊，什么塔楼，这个就是一个红色的房子。我是听一个当地人说，这个岛现在是被一个希腊人签了100年的租约，然后因为这边换总统啊，乱七八糟的，现在还在打官司，可能是这个国家想把这个岛的租约收回来，因为这个岛是私人的岛，除非是你很有钱或者是地位很显赫，然后才可以进去。它这边等于是有一个长长的走廊过去，这边就是进来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个应该不是保安吧？看样子也应该是保安，就大概是这样子，是保安。上面有个 BB 机啊，就是这个样子了。阿曼在小岛对岸经营着一家高端酒店，房价一晚近5000人民币。因疫情，这里关闭了3年多。这里还存在着一段复杂的政府与私有者的博弈，基本上是政府希望岛屿对公众开放，但是另一方不同意。最后，蒂瓦特是科托尔湾最年轻的小镇，建筑及海港都很现代化，还有一条购物街售卖着各种国际品牌。我现在发现 Tiwat 呢，应该是这几个小镇里面应该是最没有古代建筑的一个，都是现代的建筑。这边已经到海滩了，清不清？有只猫在等人吃。Hello. Many fish? No. No fish? No. Small fish? Yes, fish. No. Not many. Yeah. 这个 Tiwat 呢，是到现在为止我发现最宁静的一个小镇。黑山呢，其实是我一个会考虑的，在这边短住一下的地方，因为我比较喜欢山。我不怎么喜欢海，但这边有山有海，所以我就各取所需。然后它这边超市啊都有，可能医院会有点不怎么，2块5，医院会有点不怎么有效率，因为上次那个采访的人讲，这边建的真的是非常的豪华。对，你看还有这个地上的喷泉，很现代。这个小地方，我刚刚看到竟然有 Chloe， 还有这些大牌，还有迪奥。我现在能够得出结论，这边应该是富人区，就这个 Tiwat 应该是有很多有钱人住的这边。大家看这个游艇的阵势，我在布多瓦看的游艇都是破的，这边的游艇都是，知道吗？都是这种非常有感觉的，然后再加上这么多牌子的商店在这边，看他们竟然还有卖劳力士。这个小镇才10几万人，大家可想而知，说不定我身边偶遇的就是百万富翁。
巴什么 Gary 啊？这些小城之间都有大巴每天数次往返，车程都在1-2个小时之内。黑山老妖娆了，而且是一颗不引人注意的沧海遗珠。这里还有很多山涧河谷，海风碧浪，等着你来细细品味。下期见。